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Andy。在人类从猿猴进化成人之前，恐龙曾经统治过地球。那这么强大的族群，为什么突然间就消失了？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恐龙不为人知的秘密。据科学家推测，数十亿年前，地球上经过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就形成了水。形成了水之后呢，紧接着就产生了海洋。那有太阳的照射，使那海洋里面就产生了微生物，那微生物就慢慢的演化成了鱼类。由于海洋里面的生物多了起来，鱼类又演化出了陆地上的爬行类，接着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恐龙。那恐龙它们生存于大约2亿2500万年前到6500万年前的中生代。那这个中生代又分为了3个时期。三叠纪是中生代的第一个时期，大约是在2.5亿年前，位于二叠纪和侏罗纪之间。考古学家认为，当时地球上形成了一个超级大陆，而且各地的气候非常炎热，北极南极也没有冰层的覆盖，而且随着地壳运动，这片大陆就开始慢慢的分裂开来，导致了大量的火山运动，最后导致了一部分生物灭绝，但也为恐龙的兴起做好了一个良好的铺垫。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2个时期，大约是在2.1亿年前到1.4亿年之间。侏罗纪是恐龙的全盛时代，而且随着大陆的持续分裂，整个时期都是处于温暖的气候，繁衍出了各式各样的生物。当然，恐龙成为了食物链的顶端。白垩纪是中生代的第3个时期，大约是在1.4亿年前到6500万年前。虽然恐龙不断繁盛，但是在这个时代末期就全都灭绝了。恐龙在地球上称霸了将近2亿年，怎么就突然灭绝了？具体它是怎么灭绝的，一直都是一个谜。科学家认为，当时有一颗直径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因为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上有一个叫做西克苏鲁伯的陨石坑，在那里面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陨石的撞击的力度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咱们来打个比方，它的威力相当于投放在广岛的那个原子弹的10亿倍，也相当于通古斯大爆炸的100万倍。所以说，对整个地球都产生了巨大的撼动，不仅撞击地点周围的生物全部灭绝，而且还引发了巨大的海啸。那海啸带着泥沙，一下就把地球上的一切都给淹没了。不仅如此由于撞击产生的冲击波，把地球上的沙石水和撞击时产生的化学物质都掀到了空中，进入了大气层，导致了地球什么都看不到了，而且不停地下着霜雨。那么植物不能光合作用而灭绝，导致了食草动物灭绝，那食肉动物也跟着灭绝。那这里面就包括了恐龙族群。那么既然是全球性的灭绝，为什么恐龙灭绝之后，哺乳动物又开始大量繁殖了呢？为什么这些哺乳动物没有跟着灭绝呢？有些说不通啊。还有就是恐龙的骨骼结构非常不合理。如果从力学的角度来看，恐龙的体格是非常庞大的，它们的骨骼是没有办法支撑自己那么庞大的身体的。如果说它们的腿根本支撑不住身体，比如说长颈龙脖子完全不成比例，翼龙的身体呢，结构其实是飞不起来的。当然，这些推测其实都是基于现在的重力学进行测算的。如果要让恐龙能够正常行走和飞翔，唯一的可能就是地球当时的重力没有那么大。那我们假设有2种可能，一种是地球的质量突然变大。据大量的传说记载，不管是苏美尔文明、圣经、古埃及文明，或者是中国神话传说中，都有提到大洪水。圣经上说，神曾在第1天到第5天创造出来山、水、太阳、月亮还有万物等等，而在第6天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男人亚当和恐龙。
所以也就是说，人和恐龙是并存的，是在同一个时代出现的产物，并不是恐龙先灭绝之后才出现了人类。而由于人类的自私贪婪，最终激怒了神，所以才引发了大洪水。大洪水是从天而降，也连续的下起暴雨，汪洋大海占据了大部分的地球，最终将地球格式化了一遍，导致了大部分物种，也包括了恐龙的灭绝。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恐龙是由外星人的 DNA 嫁接，直接在地球上做试验所产生的新物种，就像是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宠物狗。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经过多年的科学研究，科学家仍然搞不清楚它们的来源到底是在何时或者是在何处进行驯化，让这么凶猛的狼被驯化成了这么可爱的而且听从指令的狗。而且人类在这里表现出了极想成为神的欲望，在狗的眼中，人类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因为人类创造出了上百个品种的狗。因为以他们的智商来讲，他们根本理解不了什么是 DNA 合成，什么是基因嫁接。那有些狗看起来很萌，但是它们的身体结构其实是不健全的，天生存在基因缺陷。比如像腊肠狗，它腿短，身体长。还有英国的斗牛犬，由于英国认为斗牛作为一种运动被视为违法，所以斗牛犬就没有了价值，甚至有灭绝的可能。但是人类又扮演了一回上帝的角色，将斗牛犬的品种和其他的物种进行培育，于是就产生了外表特别可怕，但是身材又肥胖的和内心却又非常善良的新物种。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恐龙极有可能是被一群拥有高科技、高智慧的物种创造出来的。据说在亿万年前，位于天龙座有这么一群高智慧的蜥蜴人。由于蜥蜴人他们具有冷血、贪婪的特性，随着高科技文明不断发达，就有了殖民统治外星系的欲望。那有这么一群蜥蜴人生存在空心的金星的内部，并在金星上建立了城市，并开始准备对地球侵占。他们首先建造了一个空心的球作为监控卫星，并把这个永不自转又内部空心的月球利用飞行器甚至是更先进的宇宙飞船推到了地球轨道。这颗空心的球就是之后的月亮。后来他们登陆地球，并选择了一块大陆开始居住。既然登陆到了一个新的星球，那第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吃了。所以蜥蜴人用地球上现存的物种结合了他们星球上的食物的 DNA， 造出了恐龙作为他们食物的物种，以及其他一些具有相同属性的动植物。在这里有一个疑问，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从恐龙的化石推想认为，恐龙的外表是皮糙肉厚的，根本是不能吃的。有些恐龙身上还带有一大堆的鳞片，但是这只是科学上面的假想而已。那或许有些恐龙的皮是肉质松软的，比如像长颈龙，还有一些食草恐龙的是可以当作食物来吃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经历了那么7-8千万年的演化，如果按照是进化论来讲，恐龙就像是人类一样，从猿猴进化到人类也就4000万年的周期，它们早就进化成了拥有智慧的恐龙种族了。但是研究它们的脑壳发现，有些恐龙的大脑也就核桃那么大而已，所以这就很不可思议。也许恐龙的 DNA 真的是被蜥蜴人所控制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又杀出了一伙人。这伙人是来自天琴座的外星人，他们拥有比蜥蜴人更高的智慧。他们的样貌看起来更像是现代的欧美人种，但是拥有蓝色的皮肤和眼睛。因为天龙座和天琴座本身就是邻居，蜥蜴人想殖民统治天琴座的野心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成为死对头也是有可能的。那么天琴座人打开了通往地球的时空隧道，为了灭掉蜥蜴人，他们也在地球上利用他们的 DNA 和地球上的现有的猿猴融合成为一个新的物种，也就是现在的哺乳动物。
人类，而且还向地球投下了杀灭蜥蜴人的武器。那当然，他们最主要就是要让蜥蜴人断粮，所以恐龙在这场战争中也就跟着灭亡了。但是，一部分蜥蜴人并没有灭亡，而是转到地心去生存了。从这里，我们就可以联想到上一集我们讲的墨西哥的玛雅文明和之前讲的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上的巨大陨石坑。蜥蜴人当时最活跃的地方就是现今的天琴座外星人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附近，所以天琴座外星人投下他们杀灭恐龙的武器，正是在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上。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类就慢慢出现了，在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附近创造出来了他们的文明。对了，就是玛雅文明。那他们最尊敬的人是谁？是长满了羽毛、带有舌头的羽蛇神。而且玛雅文明当中还有一个活人献祭的方式，来敬畏崇拜他们的神。所以在这里，当时的玛雅人敬畏的有可能是蜥蜴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玛雅壁画上面也有一些半人半蛇的画作。画作上面的其中一个统治者名为 Yetzirah， 翻译成中文其实就是蜥蜴的意思。想了好久也想不明白恐龙是怎么产生的，突然觉得原来恐龙只是他们的食物而已。